14岁少女放学途中凭空消失，警方不遗余力寻找女孩，甚至出动警犬也无济于事。这是1955年发生在美国的一起失踪案，它是伯克利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失踪人员搜寻案。尽管如此，警方仍然找不到女孩的踪迹。3个月后，警方接到乔治亚·阿伯特夫人的报警电话，她称家中的地下室发现了一张身份证和钱包，而这两样东西正是属于失踪数月的斯蒂芬妮。随即警方来到这所房子进行搜查，发现了学习资料、一副眼镜和一件内衣。按照推测，这几样东西应当同样来自失踪少女斯蒂芬妮。除此之外，这所房子再也找不到其他线索。这家人不能解释斯蒂芬妮的个人物品为何会出现在地下室。那么这些物证是否可以认定这家人和失踪案有关？如果不是，那又是谁将斯蒂芬妮的随身物品放在了他家的地下室？案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没有其他线索的情况下，警方决定对阿伯特一家展开调查。阿伯特一家共有4口人，男主人伯顿·阿伯特，女主人乔治亚·阿伯特，他们4岁的儿子克里斯托弗，还有伯顿的母亲艾尔西·阿伯特。4岁的克里斯托弗首先被排除嫌疑，年事已高的艾尔西和报案人乔治亚相对来说嫌疑较小，于是男主人伯顿·阿伯特成为了警方首要怀疑的对象。伯顿·阿伯特1928年出生在俄勒冈州，27岁的伯顿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成长的过程中，他的身体素质远不如其他男孩。他不仅体弱多病，还患有肺结核，而且他半个肺基本已经坏死，使他生活非常艰难。伯顿否认自己跟斯蒂芬妮的失踪案有关，他声称斯蒂芬妮失踪当天，也就是4月28日，他开车前往了自己家200多公里以外的度假屋钓鱼，并没有作案的时间。警方追踪了这条不在场证明，并与伯顿一起参观了他家的度假屋。令人震惊的是，距离小屋1英里的地方发现了斯蒂芬妮严重腐烂的尸体。法医鉴定后认为，斯蒂芬妮被人用棍棒殴打致死。此时的伯顿百口莫辩，虽然没有掌握直接证据，但目前的情况对他十分不利。伯顿随即被捕，并被指控强奸并谋杀了斯蒂芬妮。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伯顿自愿进行测谎，但不知什么原因，他的测谎结果并未对外公布。媒体大肆报道了这起案件，并登上了无数的头条新闻。他们把伯顿形容成一个怪物，说他是杀人犯。伯顿出庭受审时，大多数人早已下了定论，大家都认为他就是奸杀斯蒂芬妮的凶手。控方起诉伯顿是一名性变态患者，在对斯蒂芬妮实施强奸的过程中遭到对方抵抗，于是将其杀害。虽然法医无法通过尸体判定死者是否遭到性侵，目前也没有掌握任何直接的证据，但警方还是根据此前的间接物证断定伯顿对斯蒂芬妮犯有强奸谋杀罪。审判席上，体型瘦弱的伯顿冷静地为自己做着辩护。他解释说，5月份的时候，他家的地下室曾被当作公共投票站使用。当时很多人经过那间地下室，死者的物品出现在那里并不能说明什么，并且案发当天自己有不在场证明。他提出了4名信誉良好的证人，证明斯蒂芬妮失踪当天他在失踪地几百英里之外的地方。为了回应伯顿的证人，控方不择手段激起陪审团共情。他们试图提交斯蒂芬妮的尸体照片，但被法官拒绝了。法官允许控方展示斯蒂芬妮被发现时穿的衣服，从这些衣物上散发出的气味非常刺鼻，以至于法庭上的旁观者都纷纷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检方对证据的不断渲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最终，地区检察官在法庭上宣布，从本案的证据来看，伯顿绑架斯蒂芬妮最初的目的是性侵。我认为斯蒂芬妮被杀之前经历的事情比死亡本身更加可怕。如果有哪一种犯罪适合死刑的惩罚，那就是这一种。陪审团花了7天的时间，最终认定伯顿强奸并谋杀了14岁的女学生斯蒂芬妮。伯顿1级谋杀罪罪名成立，并被判处死刑。他在狱中度过了1年的时间，等待他的处决。他的律师则竭尽所能争取减刑。伯顿的执行定于1957年3月15日晚上11点进行。他的律师向上诉法院提出了2次暂缓执行的申请，但都没有成功。然后他们通过电视广播向加利福尼亚州长提出了上诉。
但州长没有及时联系监狱长，至此伯顿的死刑板上钉钉。伯顿被送进位于圣昆汀的毒气室执行死刑。他静静地坐在执行椅上，无声地宣示着自己的清白。典狱长和其他官员离开了房间。3分钟后，刽子手拉动杠杆，16粒氰化钠落入椅子下面的硫酸碗中，致命的烟雾开始上升。伯顿深吸了一口气，并尽可能长时间保持着。但在伯顿下一次呼吸的时候，毒气就杀死了他。伯顿死后，他的母亲艾尔西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始终在为儿子洗刷冤屈。他相信儿子不可能犯下这样的罪行，并坚持真正的凶手仍然逍遥法外。他认为儿子患有肺结核，一半的肺已经坏死，他的体力无法搬动斯蒂芬妮的尸体，更不用说挖坑掩埋。此外，斯蒂芬妮失踪当天，伯顿有不在场证明。伯顿曾在证词中提到过，前往度假屋的路上在餐馆遇到了一个金发女招待，但餐馆老板否认了这个说法。伯顿死后，艾尔西找到了这位女招待，她证实了伯顿的不在场证明，甚至详细描述了伯顿当天所穿的衣服。他曾提交收集到的新证据，但被拒绝加以考虑。2004年5月2日，艾尔西在东海岸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他始终坚信儿子不可能犯有强奸和谋杀罪。这起案件是北加州历史上最著名的刑事案件之一，因为通过间接证据定罪，所以一直有着巨大的争议。不知道屏幕前的你对本期案件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伯顿是不是杀害斯蒂芬妮的凶手呢？欢迎大家来评论区讨论。